两个喝多了的家伙变成了3岁小孩，在餐桌边你一口我一口的咬了半天，似乎是剪刀石头布的另外一种呈现。这和调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情绪到位之后喝傻了。地暖的温度调得太高了，苏无忌喝到浑身冒汗，已经是光着膀子了。而方千雪之前也是喝得太热，把长袖家居服脱掉了，只穿着紧身吊带衫跟苏无忌拼着酒。此刻两人的肩膀和手臂上都是轻微的齿痕。苏无忌喝多了，力道控制不好，有几下咬的是挺重的。小渣男，我身上都是你口水。方千雪晕晕乎乎地撅着嘴抱怨道，你得负责给我洗干净。此刻他为了减轻负重，便放在桌子上，单手撑着头，看着苏无忌朦胧的醉眼里透着成熟慵懒的味道。洗个屁啊洗！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是你先咬我的，你怎么不给我洗？男女平等行不行？这一晚上让他觉得旁边这女人好像有毒似的，看起来不正常，可偏偏还透着一股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吸引力。这夸张的身材和这胡闹的性格组合在一起，强烈的反差简直世间罕见。在某些方面上，方千雪比江晚星还要不成熟。我才不给你洗呢，你找晚星给你洗去。方千雪是真的喝多了，双颊通红，醉眼迷离地说道，晚星要是睡着了，你找我姐给你洗也行，反正你是小屁孩，无所谓的。他是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方千雪，你扯什么淡呢？你喝的还知道自己姓什么吗？苏无忌就算是喝得再多，也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那还不被江秉辰当场给枪毙了？来来来，我们再喝一瓶。方千雪说着起身又要拆酒，可是他的脑袋太晕了，这一下根本没站稳，身形一晃，直接一屁股坐在了苏无忌的大腿上了。被这么重重一坐，苏无忌的身体一紧，低呼道，方千雪，你想干嘛？我也不是故意的，站不起来了吗？方千雪的左右手分别撑着苏无忌的胸口和桌子，想要站起来，可是现在酒精上了头，他才刚一起身，便觉得天旋地转，身子一软，直接趴在了地上。还好自带气囊，摔得应该不太重。方千雪，你快起来！苏无忌抬脚戳了戳后者的脚底板，方千雪翻了个身，两条白腿大开叉，嘴里嘟囔着，不起不起，这样躺着好舒服，我就要在这里睡。你这女人真麻烦，口口声声说自己长得够大了，我看你就是个3岁小孩子。苏无忌抱怨了一句，起身想要把方千雪给拉起来，然而他也是晕头转向，一下子摔在了对方的身上。咦，一点都不疼。方千雪被撞得哎呦了一声，然后晕晕乎乎地揉着小肚子，迷迷糊糊地说道，小渣男，你把我撞疼了，以后要是不能生孩子了怎么办？你能负责吗？他特么的居然哭起来了。神经病，哭个屁呀哭！苏无忌撑起身子，把方千雪从地上拖起来，说道，走走走，你给我回去睡觉去，真是烦死人了，谁要对你这个女流氓负责啊？要是放在平时，就方千雪这重量，苏无忌一只手就给拎起来了。可跟那第一禁锢使者奥斯卡大战了一场，体力槽消耗过头，本来就还没恢复，加上那么多酒精的作用，居然浑身上下都提不起力气。加上方千雪一点都不配合，使得苏无忌生拉硬拽，无比艰难的才把他给拖到房间里。跟拖死猪似的，你怎么那么沉啊？
苏无忌抱着方千雪的腰，将她甩到床上，结果由于惯性，她也跟着倒在床上了。喝多了就是这样，若是始终站着走着都还好，可一旦躺倒在柔软的床上，就再也不想起来了。方千雪还在本能地揉着之前被撞疼了的某处骨头，嘴里嘟囔着：小渣男，你把我撞坏了，你得负责。别揉了，怎么还能把你撞到骨裂了？苏无忌没好气地把方千雪揉痛处的手拉开，垫在自己的脖颈下面。烦死你了，女流氓，闭嘴，让我安静一点。说着，他枕着旁边女人的手臂呼呼睡去。方千雪也闭着眼睛，已然晕得不知天地为何物了。整个江家小楼今夜全都醉了。等到方千雪睁开眼睛，朦胧的天光已经透进来了。她想看一看时间，习惯性的想要用右手摸一摸手机，却摸到了一个脑袋。确切地说，这脑袋正枕在她的左手臂上，面朝着她的胸口。迷惘了几秒钟，待看清楚面前男人的长相之后，方千雪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差点没从床上直接跳起来。她低呼道：我的天，这是怎么了，小渣男？你怎么在我的床上？方千雪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喝多误事啊？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看了看自己，还好衣服好像都是完整的，就是自己本来穿着吊带衫的，由于身材的缘故，侧身睡的时候，偏偏苏无忌还是面朝着自己的。两人的距离太近，这家伙的鼻子都贴在自己的皮肤上了。方千雪甚至能清楚地感受到对方的呼吸。看到苏无忌睡得这么死，方千雪不禁陷入了纠结之中。要不让他再睡一会儿，带着姐夫从美洲杀回来，肯定累坏了。于是他静静地看着怀里的青年，看着他的眉、眼、口、鼻，把五官和脸上的细节来回看了好几遍。这小渣男还真是越看越帅呢。然而下一秒，他的心脏便是控制不住第一惊。糟了，这还是在姐姐家里。方千雪连忙晃了晃苏无忌的脑袋，小声喊道：喂，快起床了，你睡错地方了呀。苏无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不禁觉得今天的阳光真是白得刺眼。他揉了揉睡眼，随后发现窗帘是拉着的，也被吓了一跳。这家伙吓得往后一坐，直接掉到床下面了。方千雪，你怎么睡我的床？苏无忌双手抱胸，一脸警惕地说道：你没占我便宜吧？方千雪着急地说道：是你睡在我床上呀。哎呀，你快点回到婉欣的房间里去，不然被他发现，麻烦可就大了。苏无忌却愣了一下。这时候方千雪虽然睡眼惺忪的，可她穿着白色吊带衫和短裤坐在床上的样子，居然别有韵味。尤其是丝丝缕缕的晨光从窗帘的缝隙中透进来，洒在她的身上，增添了一番平日里很难从她身上看到的意境美。方千雪，说实话，你真的挺好看的。苏无忌忍不住地说道：废话，本小姨当然漂亮的要命。哎呀，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快点回去，快点！方千雪下了床，把苏无忌从地上拉起来，将他推出了自己的房间。他随后靠着房门，深呼吸着，平复着内心的复杂心情。还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不然以后这江家小楼，我是没脸再进来了。他愣了好一会儿，才轻轻自语：这小渣男居然夸我好看，哼，算他有眼光。方千雪随后准备去洗澡了，然而
他才刚走进浴室，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顿时愣了愣，肩膀上有些许青紫的痕迹，好像是咬出来的。我的天啊，这是怎么了？方千雪惊讶至极，她颇为可爱地对着镜子张了张嘴，于是发现自己的嘴巴可咬不到这些地方。糟了，难道说是小渣男的咬的？睡着了的时候咬的吗？方千雪凌乱了，她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努力回想着之前的所有细节，结果却惊恐地发现苏无忌的肩膀上似乎也有牙齿印子，互相咬，狗咬狗。这齿痕虽然看起来不算多，可个别处都紫了，可见昨天晚上的战况有多激烈。方千雪疯了，我俩喝多了之后，这到底干啥了？她想不明白，便准备弯腰脱掉裤子去洗澡。可在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清楚地感觉到了骨头有点疼。这还是昨天她躺在地上的时候，苏无忌正好也摔倒在她的身上，膝盖不偏不倚地顶到了小肚子上。可是方千雪完全想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了。这怎么会疼啊？她揉了揉伤处，又吸了一口冷气。当然，这一口冷气可能不是疼的，而是给吓的。随后方千雪便开始对着镜子仔细地检查全身了。10分钟后，她终于确信自己和苏无忌并没有做出格的事情，这才放下心来。可是看着肩膀上的齿痕，感受着某个位置的疼痛，方千雪的表情又变得复杂了起来。妈呀，要死了，要死了！方千雪的脑海里全是某张年轻的脸，挥之不去。她打开花洒，直接冲了个凉水澡，可是冲了半天却一点都不凉快，体温完全没有降下来。烦死了，小渣男乱我道心。方千雪一边冲着澡，一边又羞又恼地跺着脚，简直跟被狗咬了一样。而就在这个时候，苏无忌已经晕晕乎乎地上了楼，回到了江婉欣的房间里。此时是早晨5点半，整栋小楼静悄悄，喝多了的人们都还没起呢。江婉欣骑着被子，衣服都没换，正睡得香甜。苏无忌见状松了一口气，随后轻手轻脚地走到卫生间里，想要冲澡。他也发现自己肩膀上的齿痕了，心情一下子复杂了起来。我的天，这还怎么解释得清了？事情出现了难以预料的方向偏移，苏无忌洗澡都洗得心不在焉。然而这时候憋了一夜的江婉欣终于艰难地起身，迷迷糊糊地走进了卫生间。浴室里，江婉欣坐着，听到旁边淋浴房传来了哗啦啦的水声，睁开了迷迷糊糊的眼睛。她看了看，随后说道：无忌这么强。四目相对，苏无忌咳嗽了2声。是啊，这么强。世界真小，缘分真奇妙，让我们相遇在了你的卫生间里。我来洗澡，你来擦擦，看样子你昨天晚上喝的真不少。苏无忌在心中还顺口给压上晕了。江婉欣揉了揉眼睛，说道：哦，我昨天喝多了，好像也没洗澡，正好一起吧。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简直无比自然，就像是相处了多年的老夫老妻一样。随后苏无忌便听到了马桶抽水的声音，以及脱下衣服所产生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他的心头一热，拿起了搓澡巾，说道：正好呢，一起洗了吧，我帮你擦背。这个澡洗下来，显然苏无忌擦的不只是背。楼下正是方千雪的房间，后者此时已经洗完澡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小楼同层的房间和房间之间隔音其实挺好的，但偏偏1、2楼之间的楼板有些薄，所以楼上的动静全都传到了方千雪的耳朵里。烦人小渣男，从我房间里出去，又开始折腾晚星了。方千雪蜷缩在床上，捂着耳朵，面红耳赤，真是讨厌死了。这时候的她很想扯着嗓子喊一声：江晚星，你能不能小点声？但她不仅不敢，甚至还有点心虚。半小时之后，楼上终于消停下来了，方千雪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小渣男身板还不错。她努力把脑海里乱七八糟的思绪赶出去，准备睡觉。10分钟后，终于酝酿出了些许困意。可这时候，楼上的床又开始发出了吱扭吱扭的声音。方千雪捂着耳朵，这小渣男的冷却时间这么短的吗？还让不让晚星活了？苏无忌和江晚星折腾了2番之后，又睡了个回笼觉，一直睡到了中午才起床。等他们洗漱完毕下楼之后，发现江秉辰居然还没起呢。苏无忌的心莫名一紧，卧槽，江司令不会是死了吧？这居然是他心中冒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毕竟苏无忌看过太多的小说和电影，里面经常会出现主人公眼看着要被解救，却倒在了黎明前。这时候，穿着睡衣的方兰霜打开了卧室门，走下了楼，抬手指了指楼上，笑着小声说道：还睡着呢。在说出这4个字的时候，他的脸上带着多年未见的轻松与满足。也许是由于神经紧绷了那么多年，回到家之后精神彻底放松了下来，所以江秉辰难得睡了个好觉。姐，快来吃饭吧。方千雪说道。这几天来，方兰霜天天亲自下厨，让做饭的阿姨都放假回家了。方千雪早晨起床没饭吃，于是叫了一桌子外卖，还挺丰盛的，不愧是小富婆。苏无忌看了方千雪一眼，坐在了桌边。他想到了自己肩膀上的痕迹，有点慌。还好，在跟江晚星战斗了2轮之后，可以把这事儿甩到后者头上去了。方千雪下意识地看了苏无忌的肩膀位置一眼，表情隐隐有些不自然。随后还是用佯装无事发生的语气说道：谁是小富婆？我明明是大富婆。特别大的富婆。苏无忌呵呵一笑，知道你不喜欢那个小字。方千雪说道。对啊，小渣男，我跟你一样，都不喜欢这个字。方兰霜笑着看着自己的妹妹跟苏无忌拌嘴，说道：千雪，你别欺负无忌，天天还跟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方千雪双手抱胸撒娇道：好啊姐姐，反正无忌现在才是你们的亲儿子，我是外人，对不对？那你以后不要疼我了呀。苏无忌扭头看向江晚星，你小姨的精神状态的确是有点问题。话音未落，一包抽纸就砸到了他的头上。呵呵，扔的还挺准的。苏无忌面无表情地说道。方千雪本想回怼2句，但脑海里忽然飘过了这青年早晨在自己怀里安静睡觉的那一幕，心脏莫名的瞬间柔软了下来。他的双颊一热，于是低头吃饭。苏无忌又碰了碰江晚星，说道：你小姨今天有点不太正常啊。江晚星自然站在自家男人这一边，他揶揄道：可能是单身太久了，想男人了吧。方千雪那握着筷子的手又是一紧。别乱说，我才没有。
他辩驳道。偏偏这时候，他又想到了清晨苏无忌的鼻尖贴着自己胸口皮肤的场景，眼神随之一滞。你看，他就是想男人了。江晚星说道。不然的话，他肯定双手叉腰，说江晚星你没大没小，还知不知道我是你小姨？方千雪，懒得理你们，太幼稚了。说这话的时候，他压根没想起来，自己昨天和苏无忌在酒桌上狗咬狗的时候，两人的表现加起来也就6岁的样子。苏无忌吃完了饭，看了看时间，说道：我该走了。江晚星一愣，你又要去哪里？方千雪撇撇嘴，肯定在首都的其他地方金屋藏娇了呗。虽然是开玩笑，但他心里是真的有点担心苏无忌藏了娇。方兰霜轻轻打了妹妹的胳膊一下，你呀你，别乱开无忌的玩笑，晚星还在这儿呢。方千雪说了句大实话，姐，晚星不会介意的。苏无忌说道。我是去机场飞南美。这一下方千雪也不开玩笑了，认真问道：你才刚刚从墨西哥回来，不能多休息一下吗？飞机和起飞时间刚刚才协调好。苏无忌说道。时间不等人。江晚星二话不说，直接上楼。你去干嘛？苏无忌问道。江晚星直截了当地说道：我去换衣服，和你一起去。苏无忌一把拉住了他，说道：晚星谁都能去，但你不行。遇到敌人的时候，我可以给你搭把手。江晚星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安危。你女朋友我也是身经百战的。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这么称呼自己。苏无忌听了，觉得心都有点要化开了。要不是未来丈母娘在场，他真的要捧起江晚星的脸狠狠亲上一口。没那个必要，整个猎艳大队都去了，不差你一个。况且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陪老爸老妈。我爸有我妈来陪，我其实真的没关系的。江晚星还想坚持，可苏无忌双手扶着他的肩膀，看着他的眼睛，很认真地说道：你在家里待着，我在前线才能安息。江晚星的目光一下子柔软了下来，他搂着苏无忌的脖子，直接重重亲了一口。注意安全，我等你回来。晚星，你在家陪陪爸妈，小渣男，我送你去机场。方千雪直接回房间换衣服了。苏无忌刚想说不用，后者已经把卧室门关上了，2分钟后便拿着车钥匙走出来了。快走，这里的地暖太热了，外套穿不住。方千雪立刻拉着苏无忌出去了。她穿着一身轻薄的羽绒服，下半身则是修身的蓝色牛仔裤。这时候苏无忌才发现，方千雪的腿型还是非常好看的，丰腴中透着流畅顺滑，女人味儿极其浓郁。这女人身上的肉确实太听话了，总是去往该去的地方，简直是那种最典型的梨形身材。苏无忌坐上了车，江晚星和方兰霜站在院门口招着手，直到车子在道路尽头拐了弯，才收回了目光。妈妈，这次江晚星说道，咱们家都欠无忌很多很多。方兰霜轻轻握住了女儿的手，目光温柔语重心长地说道：晚星，报答无忌是我和你爸的事情，你只需要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只要你每天都快乐就可以了。不，妈，你和爸这次能回来，相当于我又重活了一次。江晚星看着母亲的眼睛，很认真地说道：从现在起，我江晚星这辈子就只为了一个名字而活。顿了顿，他的语气掷地有声：苏无忌。方千雪，你那么客气干什么？还专门开车送我？苏无忌坐在副驾上，
扭头看着旁边的漂亮女人，说道：搞得咱俩跟外人似的。方千雪的脑子有点乱，下意识地回了一句：不然呢？我又不是你那人啊。这句话怎么听起来有那么一点别别扭扭？车厢里陷入了沉默。方千雪意识到说错了话，有些尴尬，不禁想往自己的嘴巴上打几下。这破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到现在都不知道吗？他在心底悄悄抱怨自己。苏无忌咳嗽了2声，对了，我的肩膀上都是被你咬出来的印子。我这人很大度，就不要你负责了。方千雪，我身上也是。苏无忌一愣，等方千雪又揉了一下自己牛仔裤腰带之下的小肚子。我这里被你撞得还疼呢。苏无忌的手一哆嗦，大惊失色。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对人家做了这种粗暴的事情。随后车厢里陷入了沉默。方千雪抿着嘴唇开着车，她有些心事，思绪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并未在意此刻苏无忌的状态。苏无忌犹豫了一下，他说道：那啥，我虽然都不记得了，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方千雪听到这句话，回过神来，把车子直接刹停，趴在方向盘上，笑得花枝乱颤。你笑什么啊？苏无忌有些尴尬。逗你玩的。方千雪揉了揉笑疼了的脸，说道：咱俩什么都没发生，别害怕了呀。你真是在开玩笑。苏无忌摸了摸鼻子，我刚刚还真的考虑过要对你负责的事情呢。有惊无险。且不说咱俩没发生什么，方千雪笑着说道：就算未来某一天真的喝多了干错了事，但你要知道，我方千雪平时可是万草丛中过，会需要你来对我负责吗？他虽然在笑，可是在苏无忌看不到的角度，方千雪的眼睛里闪过了一线只有他自己才能读懂的纠结与烦愁。两人各有心事，一路上都没有再聊什么。过了半小时，方千雪的车子径直开到了首都机场的贵宾楼前。苏无忌说道：你这待遇可以啊，居然能把车子直接开到这儿。方千雪一眨眼，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方家有的是钱，在这新机场也有股份，全都在我名下哦。那轻薄羽绒服被拍得随之晃荡了几下。苏无忌挪开了目光，咳嗽了2声。你下次在自夸的时候能不能别总是对着自己的胸口砰砰拍，就这么不把我当外人？方千雪看了旁边的青年一眼，以他本来的性格，这时候铁定要调侃几句，可忽然想到了身上的齿痕和某处骨头的疼痛，于是摇了摇头，把到嘴边的骚话给咽了回去。以后要把自己摆在长辈的位置了，喝酒误事，喝酒误事啊！方千雪在心中连连提醒着自己。然而就在他准备停车的时候，一台挂着首都军区牌照的考斯特已经缓缓驶了过来。苏无忌见状，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头疼。见此，方千雪的眼光柔软了些许，他轻笑道：头疼什么？这都是你应得的。停顿了一下，方千雪的脑海里又闪现过苏无忌穿着军装的样子，于是又认真补充了一句：无论他们给你什么都是不够的，远远不够。苏无忌看了看身边的女人，总觉得这位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方家小姨，此刻似乎一瞬间褪去几分轻佻，多了些说不清的沉稳和成熟。考斯特的车门打开，邵飞虎率先走下了车。跟在他后面下车的是军区政委以及4名副司令员，其中有3位
苏无忌在非洲都见过。第一集团军的军长王惊天，第二集团军军长董定山也跟在后面，这绝对算得上最顶级的军官阵容了。苏无忌也下了车，脸皮一贯很厚的他，此刻居然有点不好意思，说道：司令员不用这么大阵仗吧？上次为了欢迎自己从非洲回来，首都军区把皇后酒吧都给包场了，这才过了多久，又见到这些大佬们了。邵飞虎走过来，双手重重地拍了拍苏无忌的肩膀，笑着说道：华夏的少年英雄在异国他乡大显神威，纵横捭阖，南征北战，我文化有限，都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词语来形容你了。苏无忌咧嘴一笑，挠了挠头：您老人家铺垫了这么多，不会是要给我生大笑吧？那不会。邵飞虎摇头笑着。苏无忌长长出了一口气：那就好，您再给我升军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着了。放心，这次不是大笑。邵飞虎很认真地说道。苏无忌哈哈笑道：可以可以，首都军区全都给我折算成奖金。奖金可少不了你的。邵飞虎笑了笑，其他几个高级将领互相对视了一眼，也是笑而不语。你找回了秉承，找回了那么多老战友。邵飞虎说道：无忌，你小子真的厉害，你是这个。说到这儿，他竖起了大拇指，眼睛竟是有些罕见的红了。我也是运气好，误打误撞罢了。对了，江叔叔的身体状态还挺好的，这么多年他应该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讲。苏无忌说道：估计这会儿他应该也起床了，你们还是去看看他吧。邵飞虎说道：好，我们等你回来，再给你摆一次庆功宴。苏无忌摆摆手：嗨，真不用，咱们都那么熟了，这都是职责所在。他越是这么云淡风轻，军区的大佬们就越看越喜欢。一码归一码。邵飞虎说道：多少个家庭因此而团圆，你在他们的心中的分量比天还要重几分。苏无忌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我明白，但是……邵飞虎打断了他的话，帮着苏无忌整理了一下衣服上的褶皱，随后说道：此次去委内瑞拉平安回来。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位首都军区司令员站直了身体，抬起了右手，简简单单的动作却仿佛蕴含了无穷的力量。其余的几名高级将领全都齐齐敬礼。这一刻，似乎吹过首都机场的风都静止了。苏无忌抬手还了一个军礼，目光如铁。方千雪站在旁边看着此景，不禁又抹了抹眼泪。走了。邵飞虎拍了拍苏无忌的肩膀，转身上了车。说不上为什么，这么一个拍肩膀的举动，让方千雪的眼泪又涌出来了。他从来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这时候却一次次被这些铁血军人之间最质朴的情感深深打动。欢迎仪式和告别仪式合二为一，在邵飞虎上车之后，其他的将领们也逐一上前跟苏无忌握手，拥抱，重重地拍几下后背，然后用力攥几下肩膀。每个人都没说话，但是所有的动作都表达了同一种情感，简单又深刻，一切尽在不言中。1分钟后，考斯特开走了。方千雪走到了苏无忌的身边，眼眶还泛着红衣，说道：一路当心些，等你回首都之后，记得再来家里吃饭，一定要来。苏无忌张开了手，笑道：漂亮小姨，咱俩也拥抱一下。方千雪居然犹豫了一下，
才说道：“好。”轻轻抱了一下苏无忌，他便松了手，甚至很注意的没有让自己胸口的衣服碰到对方的胸膛。苏无忌注意到了这个克制的细节，他笑道：“突然这么矜持，都有点不太像你了。难道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尺度很大的疯女人吗？”方千雪顺手在苏无忌的肋间掐了一下，随后给面前的青年整理了一下衣领，语气之中无比认真：“我们一家人都等着你回来。”好。苏无忌登上舷梯，站在舱门口摆了摆手。方千雪笑着挥手，随后苏无忌进入了机舱，飞机便开始滑行了。方千雪靠着车子，看着那飞机冲上云霄，直到消失在天际，却也没有上车。他依旧静静地站在原地，眼睛里映着蓝天白云的颜色，以至于眸光都显得很是悠远。良久之后，方千雪才回过神来，他打了个响指，嫣然一笑：“想通了，只不过是生活中的小小波澜，仅此而已。”他又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很认真地说道：“我方千雪可是个知书达理的正经女人呢。”发动车子驶出了机场之后，方千雪下意识地看向了南边的方向，轻轻说道：“小渣男，你可得给姐姐小心点哦。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没法安慰你家婉星，8成得陪她一起哭。”飞行了近20个小时后，飞机终于进入了委内瑞拉的境内。在整个飞行过程里，苏无忌几乎都处在深度睡眠之中，和第一禁锢使者奥斯卡大战了一场，体力槽几乎耗空了。随后马不停蹄地回到首都，和江婉星又打了2次激烈的仗，铁打的人也扛不住了。睡了这么久，苏无忌感觉到自己的体能已经恢复了大半。他知道，由于奥斯卡的放水，自己必须要重新审视黑渊了。温和派可以拉拢，激进派则是没一个好东西。要是这方面利用得当的话，说不定能够引起黑渊的内讧，然后不攻自破。苏无忌不知道此次委内瑞拉之行中，能否顺手给黑渊埋下一颗分裂的种子。苏先生，我们会在1小时之后降落。空姐端着一杯水走出来，说道。苏无忌把水一饮而尽，笑道：“谢谢你们了。”空姐弯腰把她身上的毛毯收起来，小心地叠好。苏无忌的目光顺势扫了扫对方的身材。冤枉平时经常健身吗？他问道。空姐笑着说道：“常常撸铁。”苏无忌又扫了一眼对方裙子下面的腿部线条，总觉得你的爆发力不一般。空姐笑了笑：“苏先生慧眼如炬，我以前是国家2级短跑运动员。”苏无忌礼貌地笑了笑，没有再多聊。他透过舷窗俯瞰着这片南美的土地，下面大地的荒漠与绿洲交错，安第斯山脉的余脉如巨龙脊背般蜿蜒起伏，仅仅是看上一眼，就觉得这国度的下方埋藏着无数古老又神秘的故事。一想到即将解救失踪的军官们，苏无忌就觉得自己的呼吸有些急促起来，心脏砰砰直跳，那被邵飞虎重重拍过的肩膀此刻都变得有些火热了起来。苏无忌看了10几分钟的委内瑞拉地形，便又打开了手机，搜索着南美方面的瀑布。安赫尔瀑布垂直落差900多米，正好位于委内瑞拉境内。他眯了眯眼睛，此次南美之行极有可能跟禁锢黑渊的强者们发生遭遇战，习惯于做提前准备的苏无忌自然不会单枪匹马的前来。下飞机之前，他发了个消息：“来接我。”飞机停稳，舱门打开之后，几个空姐和飞行员皆是站在舷梯旁边，
满面笑容地恭送着苏无忌离开。而等后者的背影消失在转角之后，他们也回到了机舱内，重新关闭了舱门。之前被苏无忌夸过身材好的那名空姐，直接解开了自己的外套和衬衫，露出了里面的紧身背心，线条精悍的肌肉以及伤疤。2级运动员可没有这么多伤痕。他打开了后舱的柜子，里面居然是各种型号的枪支，简直是琳琅满目。少爷，没认出我们吧？飞行员问道。那空姐回答道：也许没认出，也许发现了一些端倪。少爷真的很仔细，不能以常理判断。她随后脱掉了裙子，开始穿上作战服，同时挑选着合适的装备。那2名男性飞行员的动作更是麻利，此刻已经完成了全副武装。他们身上的作战服竟然是贴着委内瑞拉的国旗和一匹白色骏马的图案，这是政府军特种部队的标志。在所有人更换衣物的时候，飞机舱门重新打开，一名身穿黑色作战服的窈窕身影走了进来。他的后背上背着一把紫色的唐刀，身上散发着凛冽的气势。进入机舱之后，这女人抬起护目镜说道：通知下去，黑暗佣兵团全员集合。此次在委内瑞拉境内的行动由我全程指挥，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无忌的安全。苏无忌走出了机场，直接上了一辆破旧的黑色越野车。洛克斯，好久不见了。他上了后座，笑着说道：整个黑暗世界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寻找着你的消息。坐在驾驶座上的是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男人，个头不高，一看那偏黑的肤色，就是南美洲土生土长的人。嗨，我可不敢在黑暗世界那边露面了，如果再去阿尔卑斯，肯定得被某位脑袋上冒绿光的天神给分尸了。这个名叫洛克斯的男人说道。苏无忌哈哈一笑：活该，谁让你睡别人老婆的？洛克斯的表情之中透着无穷的苦闷。哎，那一次运气不好，衣服刚刚脱掉，还没来得及干啥呢，就被堵在房间里了。苏无忌笑着说道：是搞谁媳妇不好，偏偏要搞天神的女人，落得个被满世界追杀的下场。真不能怪我，那女人是黄金之神的小情妇，天天独守空房的，比我还要主动。第一次跟我约会的时候，就只穿了一身天蓝色的连衣裙，里面一件衣服都没有。洛克斯似乎还有些回味。我这纯情小男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被撩得要死要活的。你当时就知道她是黄金之神的女人了吗？苏无忌笑道：睡了一次之后才知道。洛克斯说道。苏无忌：然后呢？知道真相就没想跑。洛克斯：只是担心了几秒钟，就觉得更刺激了，干活干得特别起劲。他此刻的表情看起来居然还有些回味。苏无忌：你真特么的活该。洛克斯：你要是有时间，也去搞一个天神的女人，相信我，那种刺激感和普通的女人绝对不一样。这家伙确实是三观不正，简直变态的要命。苏无忌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咳嗽了2声，忽然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挺有发言权的，但嘴上还是说道：我和你可不一样。黄金之神养了几10个情妇，平时他又不怎么碰，简直是资源浪费。洛克斯说道。谁能想到我最后去的那一次，他偏偏想起来自己还有这么个小老婆。洛克斯说着，脸上又流露出了自得之意。哈哈，什么黄金之神，黄着就绿了。他拍了拍胸脯。影子，你说，
哥们，这敢给天神戴绿帽的行为够不够勇？算不算是黑暗世界唯一一个勇士？苏无忌没吭声。我知道你们华夏人都很保守，但只要试一次，你就会爱上这种感觉。洛克斯还在分享着心得体会。然后你就会觉得以前和那些单身的女人谈情说爱太没劲了，简直清汤寡水，索然无味。苏无忌立刻拒绝。不，我惜命。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自己被戴绿帽子？还好月神不是个男人。世界那么大，自己可得躲着点走，万一哪天和月神面对面，岂不是有点麻烦？你惜命。洛克斯说道。惜命的人会来委内瑞拉，这里随时都可能打仗。军阀政府在号召全国人民参加民兵组织，米国的7、8艘军舰正在加勒比海上虎视眈眈呢。从去年开始，米国便以打击拉美贩毒集团为由，在加勒比海域部署了多艘军舰。委内瑞拉也不甘示弱，弄了2架 F-16从米国驱逐舰的头顶上飞越了过去。这2架飞机还是委内瑞拉在上世纪80年代从米国买来的。虽然并未发生交火，但双方的关系已经紧绷到了极点。这里的军阀政府宣称，已经召集了820万名预备役人员，将动员一切力量打破米国给拉美国家造成的恐怖氛围。听了洛克斯的问题，苏无忌轻轻摇了摇头，说道：其实在我看来，他们的命比我的命更重要一些。洛克斯从后视镜里看到了苏无忌的认真表情，于是说道：你真是很有责任心，和我是同一类型的人，要不怎么说咱们俩的关系一直不错呢？苏无忌：滚蛋吧你，谁和你是一类人？我可不爱好搞别人的小老婆。只搞正房。我对米国要不要跟委内瑞拉打仗，一点都不关心。苏无忌说道。从这里去矿山还有多远？那边交通不便。洛克斯说道。咱们得先开5个小时的车，再坐3小时的船，然后再爬一整天的山。苏无忌：你难道没租一架直升机吗？洛克斯说道。我钱不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的钱呢？睡了黄金之神的小老婆之后，我师父把我的所有账户都给停了，我现在连1分钱都取不出来，每天都是从别的女人那里借钱度日。洛克斯说道。苏无忌的鼻孔长长的出了气。我就不该联系你，纯属多余。你找我还是有用的，毕竟在委内瑞拉我就是最强向导。洛克斯嘿嘿一笑，直接把车子拐进了一个山顶庄园的院子里。来，你看那是什么？这里是一处豪华庄园，一架小型直升机正停在院子里呢。一个漂亮贵妇正站在舱门前，对着他们兴奋地直挥手。苏无忌瞪大了眼睛。你梗萌啊？嘿嘿，刚刚都是逗你玩的。洛克斯很喜欢苏无忌此刻吃惊的表情。怎么样，惊不惊喜？这女人是谁啊？苏无忌问道。他之所以瞪大眼睛，可不是因为直升机，而是差点被这贵妇的超低领口和手上的大号钻戒晃瞎了眼睛。她老公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前首富。洛克斯嘿嘿一笑。这你也敢搞？苏无忌的表情艰难了起来。你师父是刺杀之王，你倒好从他那里学来的本领，专门用来刺别人老婆了。我要是你师父，也得把你的卡给停了。那有什么不敢搞的？她老公被米国特种部队追得稀里哗啦，都失联半年多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呢。洛克斯满不在乎地说道。苏无忌：
这女人的老公是毒枭？她老公贩毒，又不是她贩毒。洛克斯下了车，和这个漂亮女人来了个大大的拥抱，随后当着苏无忌的面拥吻起来。院子里并没有其他的佣人，应该都被女主人赶进房子里了。真是辣眼睛。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快点亲亲完了跟我走。然而这个时候，刚刚打开舱门的苏无忌赫然看到，从山下驶上来了一排越野车和武装皮卡。你们看看那边是谁来了？苏无忌立刻喊道。漂亮贵妇转头看了一眼，立刻一把推开了洛克斯。她一边擦着嘴巴上的口水，一边说道：我的天啊，你们快藏起来，我老公回来了。一看马上又要被捉奸，洛克斯低着头就要往屋里钻。苏无忌没好气地拦住了他，说道：车还在这里呢。这叫什么破事儿？洛克斯立刻上了车，说道：快上来，这庄园足够大，咱们把车子停到后院里去。苏无忌没好气地坐上了副驾，两人躲到了庄园后面。直接翻墙走吧，你这都是什么破运气？苏无忌说道。我非常着急，没时间跟你在这里相耗。洛克斯很无奈。哎，我也没想到她老公居然能活着回来。我跟你说，现在政府暗地里限制所有普通人购买和租赁直升机，所以整个加拉加斯市都很难找到其他的直升机了。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合着咱们就得指望这一架了。洛克斯很认真地点了点头。如果我告诉你，我为了给你弄直升机才来泡他的，你会不会很感动？我特么才不信。苏无忌对自己这个朋友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咱们等到夜深人静，然后直接开着飞机就跑。洛克斯说道。不然咱俩得活活累死在安第斯山脉里。这时候在庄园的前院，那一排车子已经驶进来了。一个身穿黑色夹克的男人从第一辆车上走了下来，他穿着灰色牛仔裤，膝盖上还有没洗干净的土痕，整个人显得风尘仆仆。漂亮贵妇的演技倒是不错，她的眼泪直接飙出，迎向了男人，紧紧搂着他的脖子。亲爱的塔亚，你终于回来了，你这么久去了哪里？那个名叫塔亚的男人完全无心和他拥抱，而是说道：让佣人快点收拾一下卫生，待会儿有贵客要来，你回避一下。漂亮贵妇问道：是哪个贵客？不能告诉你。塔亚摇了摇头，很严肃地说道：这种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女人深深地看了自己的老公一眼，随后有些疑惑地说道：亲爱的，总觉得你回来之后好像某些气质出现了变化。以前这个毒枭是个大腹便便的油腻男人，这次回来他的大肚子已经瘦了一半，暴露在外的小臂肌肉线条很明显，似乎变成了织包机的体型了。当然，塔亚说道，我在过去的半年里见识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说这些，快去按我说的做。这时候有一辆奔驰房车顺着公路驶上来了。塔亚见状立刻说道：快，所有人都回避。随后他竟是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迎接贵客。漂亮贵妇暗暗吃惊，因为自家男人以往在见到总统的时候也不会这么给面子的。这一辆奔驰房车驶进了院子，车门打开，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被两名身穿黑色战斗服的手下架着走了下来。然而此人的身体状态似乎极为不好，依靠自己走路都很困难。穿着战斗服的手下喊道：
把委内瑞拉最好的医生叫到这里来。快，罗森大人需要手术。哪怕这个庄园里并没有任何的无菌手术条件，但是加拉加斯是最好的医生，还是被请了过来。此时罗森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就连嘴唇都没什么血色。此刻的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虚弱，连动一下手指似乎都很困难。该死的裁决庭，该死的第一禁卫，他们真是该死！罗森有气无力地咒骂道。他的一侧肾脏被匕首捅穿之后跳海逃生，忍着肾部的剧痛，在海里拼尽全力地游了将近1天时间，才偶遇了一艘货船，艰难地爬上去之后一路躺了回来。现在这个肾脏已经彻底坏死了，必须摘除，连带着整个腹腔都是严重感染。也幸亏是罗森的身体素质极为强悍，不然早就死在加勒比海里了。裁决庭此次一改中立的立场，竟是突然安排2大禁卫对激进派的太子党发难，让罗森等人觉得很不适应。毕竟以往不管激进派把温和派压制得有多严重，裁决庭都不会介入这些纷争，甚至那几个禁卫从感情上还会更加偏向禁锢庭一些。可这次那位第一禁卫的一刀是奔着要了罗森的命来的。哪怕黑渊拥有极为先进的基因技术和人体改造技术，可是重伤的罗森已经无法支撑到那时候了。他现在已经烧到了41度，身体机能已经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再不治疗，整个人都要完蛋。来的这个家伙好像是个连塔亚都惹不起的大人物。洛克斯的心里有点没底，他看到几个医生匆匆忙忙地走进庄园中间的别墅，嘀咕道：咱们还是趁机跑掉吧，这个庄园太危险，再也不来了。苏无忌重重拍了拍洛克斯的肩膀，怂恿道：可你是刺杀之王最出色的弟子啊，好不容易遇到这样的机会，难道不想试一试自己的身手？洛克斯，我总觉得你在害我。他一扭头便看到苏无忌的脸上全是兴奋之意，显得唯恐天下不乱。你怎么这么激动？来了是你的老相好。在看到了好哥们流露出这副表情之后，洛克斯更加坚信自己内心深处的判断。你这就是在坑我啊，母啊！然而苏无忌却抱起他的脑门，重重地亲了一口。洛克斯啊，你就是我的幸运之神。苏无忌的心情简直好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如果要硬碰硬的去干掉全盛状态下的罗森，苏无忌即便不认为自己一定会失败，但是肯定也得付出不小的代价。可对方已经沦落至此了，要是现在还干不掉，自己可就太废柴了。洛克斯，你去帮我引开那2个黑衣守卫行不行？苏无忌问道。他并未要求杀掉他们，只是引开而已，也不知道究竟是随口一说，还是其中有某些深意。此时罗森的2个手下就守在别墅门口，看起来警惕性很高。洛克斯抿了抿嘴巴，有点底气不足地说道：可是我现在是奸夫啊，我真的只想跑路。把他们都打跑，这女主人就永远都属于你了。苏无忌鼓励着说道：再也没有原配会来捉奸了。变成我自己的女人？洛克斯立刻显得兴致缺缺。那还有什么意思？显然这家伙的癖好太变态了，只喜欢别人的女人。苏无忌压低了声音说道：还是不是兄弟了？你陪我在委内瑞拉闹一场，
我陪你去干黄金之神。一听这话，洛克斯的眼睛都亮起来了。行，说话算数。说完，他从地上抓起了2块石头，直接窜出去了。洛克斯快步冲到了前院，那2名守卫刚刚往他这边抬眼看了一下，洛克斯左右手中的石头便已经同时扔了出去。这招式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石头的速度偏偏极快，甚至还产生了些许的音爆声，直奔那2名守卫的面门而去。罗森那2个手下的实力倒也是相当不错，面对这种速度的偷袭，居然还能反应过来。他们迅速抬手挡在了脸前，砰砰，2个拳头大小的石头重重地撞在了他们的小臂上。这一刻，这2个手下齐齐感觉到手臂剧痛，那蔓延的痛苦瞬间影响到了半边身子的动作连贯性，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击动作呢，下一秒便感觉到一阵锐利的风迎面而来，唰，2把匕首同时捅进了他们的肋骨缝隙里，刀身斜斜向上，直接捅穿了一侧肺部。与此同时，洛克斯的左右手腕皆是一转，刀锋与肋骨刮擦，发出了让人牙酸的声音。剧烈到极致的痛楚瞬间笼罩了这2名守卫的全身，这让他们完全无法调集力量，本能地弯下了腰，下意识地放弃了防守。而这时候，洛克斯的重拳已经劈头盖脸地落在了这2人的脑门上。砰砰砰砰，这一通乱拳看似没什么章法，可是却频率极高，速率极快，简直像是当头下了一场大暴雨。这2人被打得只能抱头防守，晕头转向，毫无反击能力了。这一场暴雨拳头下了2-3分钟，愣是打得让这2个守卫发不出一声示警。当这2个家伙睁开满是惊心的眼睛，身前却已经没有了那个偷袭者的身影。洛克斯虽然来去如风，碾压似的乱打一通，但是并没有要他们的命。一名守卫一只手捂着晕晕乎乎的脑袋，另一只手捂着伤口，咬着牙说道：追上去弄死他。可是刚迈出了一步，鲜血已经从他的指缝间汩汩涌出，半边身子都被染红了。另一名守卫倒是想到了更重要的问题，他捂着肋部的伤口，喘着粗气，说道：别追人了，快去看看大人怎么样了。嘻。然而等他们冲到卧室的时候，却赫然发现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已经被打晕了。本该躺着罗森的床上，此刻却空无一人。这2名守卫的表情惊慌到了极点，其中一人连自己的伤势都顾不得了，连忙说道：罗森少爷丢了，快想办法联系大境顾长。另一人则是说道：我们俩都是3级成员，以这级别哪里能直接联系上大境顾长那种大人物啊？该怎么办？层层汇报吧，这次肯定是裁决庭干的。此时洛克斯正开着车，苏无忌坐在副驾上，而被打晕过去的罗森正倒在后排，对所发生的一切浑然无所觉。这个混蛋到底是谁啊？你居然没弄死他！洛克斯有些好奇。苏无忌语气之中透着一股无所谓，说道：禁锢黑渊大禁顾长的儿子。卧槽什么？洛克斯那握着方向盘的手一抖，车子差点没撞树上去。苏无忌斜眼看了看他：怎么，你要是怕了就把人还回去？洛克斯唉声叹气，被你绑上了贼船就下不去了，跟你做兄弟倒了8辈子霉啊。苏无忌笑了笑，
说道：刺杀之王最得意的弟子怎么这么胆小啊？要是你师父知道你现在这德行，8成得把你逐出师门。一听到苏无忌提起自己的师父，洛克斯一愣，随后立刻说道：你说，如果我师父知道我绑了黑渊大禁锢长的儿子，会不会对我另眼相看，然后把我的银行卡给恢复了？苏无忌重重点头：一定会的。他知道自己这位老朋友从来都是口嫌体正直，嘴上总是各种抱怨，但是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洛克斯长出一口气：那就好。苏无忌看向了他，微笑着问道：所以该聊聊你为什么听到大禁锢长这几个字就那么紧张了。禁锢黑渊那么神秘，但洛克斯此刻明显是对他们非常了解，不然刚刚就不至于流露出这种表情来了。洛克斯说道：因为那位大禁锢长是整个黑渊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也是这个组织里最恐怖的老家伙，没有之一。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你还没说你是怎么知道他的，作为兄弟，你难道不该对我交心吗？洛克斯深吸了一口气，表情开始变得有些艰难。那啥，我要是说了，你能不能不要嘲讽我？苏无忌想到了自己兄弟的癖好，表情开始变得艰难了一些。千万不要告诉我你睡了他老婆。在你眼中，我难道就是这样的形象吗？洛克斯接着说道：我以前对黑渊并不了解，但是在一次所谓的南美贵族舞会上，我认识了一个漂亮女人，搞了一次之后，我提起裤子就要走人。为什么？苏无忌说道：因为卸了妆实在太丑了。洛克斯没好气地说道：而且胸是假的，体毛又多又密，就差长胡子了，身上还有体味儿，特别熏人。然后呢？苏无忌问道。他还想要，然后我出言嘲讽了他。洛克斯苦着脸说道。然后我在南美被一群高手追杀了半年，我也是自那之后才知道她是什么大禁锢长的妹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夸你了。苏无忌此刻不禁觉得洛克斯简直是个宝藏男孩，要是有这号人物的加入，雷蒙情报局说不定都不会没落了。你和那个女人一夜风流的地方是在哪里？苏无忌的眼睛里满含期待。洛克斯说道：就在他名下的一栋房子里，地址在里约热内卢。苏无忌扭头看了看躺在后座昏迷不醒的罗森，咧嘴一笑。这一次要是不让禁锢黑渊狠狠出一次血，这南美可就白来一趟了。瀑布前，胸宇静静地看着翻涌着的水花，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雪人坐在100米开外的椅子上，眯眼打着盹。一个浑身笼罩在黑袍中的男人缓步来到了瀑布旁边。一见到他，胸宇明显有些意外，刚要开口问好，那黑袍人便率先开口问道：兄宇，裁决庭怎么突然对禁锢庭的罗森动手了呢？胸宇并未否认，他微微躬身：大人，这是我的决定，但是没有取得想要的结果，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这黑袍人揉了揉眉心：大禁锢长的儿子从裁决庭2大禁卫的攻击之下跳海逃生，然后在加拉加斯又被劫走，头疼啊，头疼。胸宇一愣：什么？罗森又被劫走了？在听说罗森跳海之后，胸宇几乎本能地认为对方并没有死掉，可是这么快被劫持，还是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黑袍人微微责怪道：你们既然选择第2次动手，就手脚干净一点，
怎么留这么多尾巴？胸宇的眼睛里隐现疑惑的神色。大人，这次不是我们做的。黑袍人也愣了愣，可能有一只黑手已经伸进南美了。他瞬间想通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沉沉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一定要找到罗森，不然的话，裁决庭这次怕是要陷入泥沼了。